那个，对，我就是追问一下，那关于这个认同问题，有没有这样一个因素呢？就是之所以有相当比例的台湾人还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或者说同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或和台湾人，那是因为在1949年，然后蒋介石到台湾，然后就是有这么多的军人，这么多的外省人，那他们跟中国大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当这一代人逐渐的这个就是老去或者去世之后，那新世代的年轻人他们就没有这个联系。所以呢，我们知道天然独的说法，那这些年轻人十几岁、20几岁、30几岁的人，他们就天然的就是不认同中国。那以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再过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就是认同中国的肯定是越来越低了。我觉得这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其实讲到中国人认同啊，我觉得这不单纯只是一个文化或者是一个种族上的认同，就是事实上所谓的外省人，就是当初1949年随着国民政府、随着国民党撤退来台湾的这一代，其实这一代剩下的人大概占在全人口大概也不到5%吧，因为年纪大了嘛，49年到现在都几年的事情了，对不对？那当然，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还会有零星对于中国认同，可是因为他们是在台湾成长的，所以他们实际上对台湾的理解是比对中国理解还要深。那同时间呢、这个中国人认同一大部分其实不但，其实很大一个程度是对于国家未来或对于两岸关系未来的想象，导致他认同了什么。就有一些人，至少在我们可以看到，在马英九政府的时候，其实他一直在操作一件事情，就是中国是台湾经济的未来，中国的发展是台湾必须要追上的。但虽然说这件事有点吊诡啊，就是台湾的人均收入大概是中国的差不多是3到4倍，我们用 nominal 的数字来看的话，那可是台湾人却觉得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台湾应该要追寻的一个方式。那中国的市场也是台湾如果要赚钱未来最好的一个方法。这就导致了，其实台湾有一部分人，他不是说在族群上面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而是他在经济上面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他希望跟中国继续维持这么良好的经济关系，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去创造自己的未来。那这是一部分，那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刚刚讲了嘛，就是在过去的一个教育里面，我们一直被教导我们是中国人，这台湾就是尤其在国民党的教育里面。那这些东西是有效的，因为有很多人真的因为这样的教育之下，就即便他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一天，可是他被洗脑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这个也存在啊。所以它是一个复合体，它是一个真正的血缘关系，还有一个认知，透过认知的一个改造，还有透过这个经济的经济的条件去创造出的一个复合型的中国人认同。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台湾大概还有30%的人就认为说自己是中国人，又是台湾人，这个几乎就是这30%人。所以这些人加上这个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就是国民党的基本的票仓。所以国民党不管怎么选，不管今天状况很好，状况很差，他的最基本的票仓就是43%的台湾人。就算状况很糟糕，他还是有43%左右的票。对，这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回答了这一个同学的问题，说未来，在台湾国内年轻人的国家认同越来越深，未来国民党在台湾选举中还有市场吗？就是，那你可不可以简单分析一下，在未来1届、2届这总统选举和这个地方选举，就是总统跟这个国会选举吧，这国民党它的这个赢面如何，前景如何？其实还是不是太差了，就是你因为投给国民党不单纯只是自己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投给国民党还有一大的程度是认为到底怎样才会让台湾没有战争。就这不是只是认嗯。同问题。那国民党跟民进党的态度很明显啊，民进党认为就是跟美国建立起这个共同防卫线，然后去强化吓阻中国，让中国不要轻举妄动。
那国民党的态度就是我要去跟中国一直去交流。那下礼拜前总统马英九不是要去了吗？对不对？所以他认为他跟中国一直进行交流，然后保持双方畅通的沟通管道，即便这样子会让台湾的社会一直被中国渗透，但是只要没有战争，就没有，他就认为这个是好事。所以国民党这样的一个态度，其实对于很多选民是有很大的一个诱因啊，因为一部分这就是所谓的现状嘛。它就是维持这个现状。那当然，这个现状背后是有带来很多的风险的。但是，只要短时间内台湾看起来没有被统一，台湾中国看起来也没有侵略台湾，那用这样的论述去说服中间选民的话，其实是蛮有用的。那只是事实上呢，我觉得国民党现在也碰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说。这个论述在2010年的时候有用，在2023年的时候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不是美国乐见的事情。美国并不希望台湾去亲中国，因为台湾就是美国第一岛链的一个基本的纲位嘛。那美国现在跟中国的关系，跟2010年跟中国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局面，而且这件事情是不会改变的，因为这是大国竞争，这是 hegemonic competition，这你没有办法改变。就不即便中国民主化，也不见得会改变这件事情。只能说，如果中国愿意变成所谓的就是遵守规则的 player，那或许有办法改变。但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前，其实从美国的态度来讲，他并不会希望台湾去做任何亲中的一个局势。所以，对于选民来说啦，我觉得现阶段来讲，当然，你说到底是亲美亲中这件事情要怎么去判断？大多数的选民还是认为跟美国一定要维持好的关系，所以一定程度来说，在下一届的总统大选里面，民进党的胜算可能还是比国民党来多了一点。但是他们的差距可能会非常的微观，因为这跟这个2020年的大选不同嘛，因为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关系，整个台湾年轻人的票全部被吹出来，所以那个时候蔡英文拿到817万票，那个是意外的一个结果。那我们不能预期这下一次民进党还可以拿到那么多票，但是如果这个亲美亲中的操作继续这样维持下去的话，其实我觉得多数的人还是会选择要跟美国站在一起，但是那个多数并不是什么7成啊8成，可能就是5成多而已，所以变成说下一届的投票，下一届的那个总统选举是在投我要亲美还是要亲中，那差别是在于到底亲美可以规避战争，还是亲中可以规避战争？所以这里面就很多不同的讨论在里面了。那至于国民党到底未来会怎么样，我觉得他其实，在立委选举上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啦。因为国民党在地方的一个经营里面是长时间都比民进党做得好。这也不能说他做得好了，是他当初在独裁统治的时候，这40多年，他就把这些地方的势力都抓好了嘛。所以他透过这样的方式，他就有办法去巩固他地方的一个票仓。这也就是为什么基本上每一次地方选举，就除了2014年以外，2014年是因为刚刚谭老师讲的那个太阳花运动的关系，所以国民党在地方选举选输了。但除了2014年之外，国民党从来没有在地方选举选输啊。然后立法委员也是因为这2届才开始，民进党有一定的程度的斩获。可是下一届真的很难说啊。嗯，Andy，Yeah，我并不认为美国政府是反对，如果国民党能够当选的话，反对国民党跟北京有一定的交流，因为这个也当然我同意，台湾是第一岛链的一个部分，所以美国不想要看台湾被中共统一，但是同时也不要看这个台海局面越来越紧张，导致这个打仗的这个危机更高，提得更高。所以，如果台湾居民选举一个愿意或者可以，比方说国民党能够跟北京有一定的交流，把这个情况拉得这个经性拉得更低的话，这个是有利于美国，因为美国到底实际上不想要打仗，
实际上是怕跟中共打仗，所以如果可以避免打仗的话，美国跟这个台湾居民要和平的这个希望是一致的。对，就说这个。其实我再补充一下，我觉得最有趣的东西就是，当然我们现在看到民进党亲美嘛，那国民党亲中嘛。可是假设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假设国民党真的赢了，国民党可能会变得比较亲美，因为国民党是因为现在是选举嘛，选举之前你要把那个立场做出来，你要去 appear to your co electorate 嘛，co voter 嘛。但是当你真的选上的时候，那就不是，那你怎么可能可以抛弃美国的利益？你一定是在这里面要开始进行斡旋啊。那只是简单来说，就是美中冲突给你多大的一个空间做斡旋而已。这个就是国民党假设他在明年总统选举选上的话，他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因为民进党做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就是我直接不跟他交流了。那美国也是 OK，因为至少基本上台湾跟美国立场是一样的。但是国民党如果上的话，那国民党也不可能真的是亲中排美嘛，他还是必须要跟美国进行交流。那只是你要怎么去拿捏到那个平衡点，那相对来说就很困难，就是了。这有一个 Stephen 的问题，他说中华民国控制的领土有台湾以外的一些岛屿，澎湖、金门、马祖、东沙。那么他的问题是，嗯，就是这些领土的存在是不是有利于台湾的国家安全？战略上来说是有利于台湾的国家安全的，毕竟你金门跟厦门哦，这讲不好意思一点讲，我们才刚有一个逃兵不是游到厦门去了吗？就从金门游到厦门嘛，那这个是个游泳就游1个小时就可以游到的地方，那表示台湾其实对厦门人一直某种程度也在做认知作战啊，我们一直在让他们看我们的电视啊，让他们看我们的讯息啊。那过去甚至还有在天空就飞机过去发传单啊，就他们当然厦门也会飞过来发传单啊，就是我们会有做很多这样的一个讯息的交流，然后同时间有可以去观察，就是中国的军事的动员，还有中国的一些基本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战略的角度来说，它当然是有利于台湾的。那只是台湾内部当然有不同的声音啊，认为说，假设台湾今天要建立自己的国家，那到底这些金门、马祖、澎湖大概也算台湾的啦，就基本上澎湖跟台湾是不会分开来的。但是这个金门、马祖啊、东沙群岛啊这些岛屿到底是不是台湾的？因为在这些岛屿上面生存的人，其实他的对于中华民国的认知或对于台湾的认知，跟在台湾上面生活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派人会觉得说，这个那个本来就是中国的，其实让中国拿回去也没有关系。但是另一派的人会认为说，就他已经是在现政体制下面的一体，那你把它割让出去，其实是等于是相对来说不尊重这些岛屿上面的一个居民啊。所以现在有两派不同的一个论述在做。那我个人是觉得，就是既然你已经是我国的国民了，那我们本来就应该要为你提供保护。所以，那你既然这些岛屿已经是我国的领土了，我没有听到哪个国家会想要没事割让领土的。所以基本上是自己的领土就是自己的领土，它只是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里面，在领土的定义上面是完全的就没有办法去解释嘛。因为如果大家有机会，其实那个 Wikipedia 都看得到，你可以看到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宪法里面，我记得第3条吧，第3条就是中华民国的领土是我国固有疆域。那固有疆域是什么？其实是包含外蒙古啊，就是现在的蒙古国也是中华民国的。但这些东西就没办法去谈了嘛。所以因为他没有画一个实质的一个 boundary，那就导致了这些外围岛屿其实它有很大一个能动性。那只是到时候我觉得现在都谈的这些东西都比较困难去做一个解答，也很难去预测未来啦。这还是要看两岸之间的关系在未来怎么走。这个提到宪法，这有一个同学的问题，他说可不可以把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作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他用英语问的，但大概应该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不知道叶教授有没有注意到，在中国大陆也有一些相当一批民国粉，那么他们特别认同1946年宪法，那么认为
可以用这个宪法来解决两岸问题。那对，不知道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那个第一件事就是在台湾要去对宪法进行修正，其实就国号、领土，还有国民，还有国旗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法律定义里面不可以透过公投的方式去做修改。也就是现阶段来讲，要去更改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困难度非常非常之高。那所以就大多数认为宪法要去做修改的人都认为台湾可能要直接制宪，制作一个台湾的宪法。但制作台湾的宪法，现在美国政府的角度不认为这是脱离现状，中国也是认为这是脱离现状。那台湾也知道自己是脱离现状，所以没有人真的去做这件事情。甚至蔡英文作为民进党的总统上来，马上就喊中华民国台湾了，因为他知道中华民国是现阶段现状的最大公约数。那至于中华民国到底能不能去就中华民国的宪法能不能去解决两岸分治的问题，我觉得两岸分治的问题并不是法律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实质的问题，也就是它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政体。那你说用中华民国的宪法来涵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或现在的中国的一个领土，前提是要看，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变成是中国的未来会是什么？你要先去搞清楚中国的未来要往哪里走。那现阶段来讲，中国的未来还是掌握在中国共产党身上。那只要共产党一直维持他自己的政权，其实这些一切的讨论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者，也就是我们谈法都可以谈，可是法的前提是要有政治现实去给他做 backup。如果这个政治现实没有发生，其实你一直去准备这些法律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的理解是，当中国共产党假设有一天他放弃自己的政权，不管是因为内部的一个冲突，或者是因为人民的一个需求，或者甚至是因为革命的关系，但那一天到来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就知道两岸的未来应该要朝向什么方向去走。那甚至是，其实对于这个中国人来，对现在住在中国的中国人来讲呢，也不是每个人认为说，就是中国就算民主化，也就会放弃台湾。事实上，很多人认为台湾就是中国的啊，他这个已经不是对现实的理解，而是他认为这个统一这件事情是一个伟大的梦想。那这个伟大梦想是有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操作啦，就有点像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面写的那个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所以他认为这个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可是和它背后到底代表什么意义？很多人没有去针对这件事情去做质问啊。那为了要分其实就是两个国家必须要是确保他们是一个独立的政体，那而且他们尊重自己是独立的政体，他们就分了嘛。那这就有点像是美国从英国独立，那或者是像是世界各个殖民地独立的一个过程。那只是中国现在来讲，就至少从共产党、从人民的意识来说，他认为台湾还是中国的一部分。可是台湾大多数人认为自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啊，所以这就变成一个无解的问题嘛。也就是有很多中国人他希望台湾可以来救中国，台湾用他的民主化来套在中国身上，然后把这个共产党政权给消灭掉。可是台湾人的角度是这样的，那是中国的事情，那不是我们的事情。大多数的台湾人认为，中国的未来是中国国家自己选择的未来。那就算中国今天变成民主国家了，但或者中国今天跟台湾在体制上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做过很多民调，我们曾经有问过说，假设两岸都是民主国家，假设两岸的在体制上没有差别的话，你愿不愿意统一？从来都没有超过半数。从来都没有超过半数人认同这件事情，所以他已经是因为这个分立的事实太久了。这个在1950年、1960年的时候，你去做这样的讨论，或许有效，或许有效。可是，在2023年的今天，你说台湾的宪法可以去套用在中国身上，或者两岸未来一定要找到一个谋和或谋统的一个路线去前进，那已经完全不是多数台湾人心里想要的未来了。对，我们知道关于中国跟台湾的关系，
然后讨论台湾问题，其实也很难去避开中国大陆的民主化问题。那我听到很多年前听到一个好玩的说法，就是说对于倾向于独立的人来说，他说大陆不民主，统一不可能；大陆民主了，统一没必要。而对于倾向统一的人来说，他说大陆不民主，独立不可能；而大陆民主了，独立没必要。那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对于台湾来说，不管是主张独立还是统一，中国大陆它是一个事实的存在，是一个目前来说是全世界最强大的独裁政权。那么对台湾的渗透和影响是包括对民主的干涉。这也正好有一个同学问到对台湾媒体的这种渗透的问题，包括对大学，你也可以讲一下对台湾民主的选举的一些干涉。那么，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就是可不可以有一种论述说，那不管你的认同怎么样，那我们应该帮助中国人民来推翻中国的专制体制，而这样的话，对台湾的安全来说是更好的事情。嗯，曾经应该说，在90年代的时候，这个尤其是在90年代尾、2000年初的时候，事实上这样的声音在台湾有出现过，也就是今天我们可能要协助中国的一个民主化的一个进程。那中国民主化之后，当然这就好像又套回去这个 democratic peace theory 啦，就是好民主国家之间是不会打仗的嘛，对不对？可是中国民主化跟中国会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好像是两码子事情。就是民主国家不打仗，那前提是他们都是国家。那中国还没有承认台湾是国家，而且中国民主化之后会不会承认台湾是国家，也是一个大问号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其实这个讨论早年是有的，可是到后来还有一些零星的学者有在做这样的一个论述了，但是大多数的民众还有这个知识群里面，其实已经觉得这件事情，因为你没有办法看到它的一个前瞻性，你也不知道它的未来会往哪里走，所以帮助中国民主，我觉得现在台湾人会去帮助中国民主，会为了中国民主化而发生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并不是基于两岸和平，而是基于共同价值，而是基于这个普世的人权。所以，就例如说，我作为台湾人，我其实是很愿意帮中国民主化去做发声，但这个并不是因为我觉得中国民主化之后两岸就会变和平而做这件事情，而是说我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享有这些基本的一个民主条件，而且中国它已经建立了一个足够庞大的一个中产阶级，它本来就有办法去支撑自己的一个民主的一个进程。那只是因为共产党政权，还有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而导致这样的一个制度很难萌发。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应该去为这件事情去做一些诉求，去做一些论述。所以我是基于公知的角度在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会不会变成就是台湾人多数人认为去做这件事情对两岸和平有帮助？我觉得他已经脱钩了，他在这几年都已经完全脱钩了。帮助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并不等同于台湾一定会变得比较和平。嗯，那对，刚才就是有问到中国政府对台湾媒体、学校和比如说宗教、寺庙等等这些渗透，以及我看到一些报告说，每次台湾有选举，尤其是总统选举，那中共他会用特别大的力量来进行这个 disinformation，就是各种假消息啊、宣传来干涉台湾的选举，包括就是各种方法来支持国民党。那我们很多人开玩笑说，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国民党的猪队友，就是他越帮忙，然后越帮倒忙，对国民党可能越不利。嗯，其实这2020年他就是个猪队友嘛。2020年他去弄个香港的反送中，所以在2019年6月之前，韩国瑜就是那个时候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民调一直都是超越蔡英文大概7到8% 左右。那2019年7月之后，整个局势就颠倒过来，然后蔡英文一直维持超越韩国瑜大概将近10% 的一个民调，所以到选举就是无疑了嘛，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民调趋势，蔡英文已经必胜了。那这里面
其实某种程度就是中国搞出来的事情，因为中国如果不去做这件事的话，国民党很可能会赢啊，国民党很可能会赢啊，所以应该来讲呢，就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的那个统战部，其实一直以来都好像搞不太清楚他们要做什么事情才有办法吸引到台湾的选票。那基本上你对台湾进行更强烈的这个文攻武吓，其实很容易有 backslash。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嘛，讯息是流通的嘛，所以你做的越多事情，就会有越多反对的声浪出来，而反而是你干脆什么都不要做，效果会更大。但是他们好像，因为我觉得这又变成一个官僚体制的一个盲点，就是从官僚的角度来说，你不去做什么，你怎么会有成果呢？所以他们变成他们为了要做出成果，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可是这些工作可能连带性会产生负面的效果。可是他们为了要上报给长官看，他必须要继续做啊，要不然他的存在他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所以他们为了证成自己的存在，他们一直在做很多过度的这些 disinformation。那这些过度的 disinformation 其实是 backslash 的，因为它会产生讯息疲乏。就你每一天都看一样的讯息，一样的讯息，一样的讯息，可是看到底，事实上你一直都是在给你自己相信你的人在看。因为这个是有 motivated learning 的一个 process 嘛，我们会自己做 self selections， 我们会去看我们想看的东西，所以才会 polarize 嘛。那你说你要让中间选民去看，其实中间选民就是什么都会看得到啊，也就是你做更多 disinformation， 那就会有更多人去做这些 rebuttal 出来，所以这些反驳一直出来，那就到后来就变成两边势力开始要进行一定程度的一个论述的一个攻讦，那这个时候对中国来讲不见得有效啊，不见得好处了。Andy， 台湾舆论很复杂，它里面有一个潮流，是一部分人相信或者认为美国是利用台湾，美国不是保护台湾的利益，美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台湾为一个工具去遏制中国。之所以这一部分台湾人认为我们不应该被美国利用，这个舆论潮流第一是多大？第二是中共渗透所产生的，或者是可以说是自己产生的一个思想潮流。这个潮流就这个论述在台湾将近会有大概40%的人会买账，就有40%人认为美国可能是在利用台湾。那问题是这个其实跟国民党的票仓就完全 match 了，所以你会投国民党大概就相信这件事了，那你会投民进党大概就不会相信这件事了，所以这完全就是一个 polarized society 一个结果嘛。那这就变得很有趣了，就是中国一直在做这样的 disinformation， 其实他没有办法去改变原先这会投民进党的人啊，他只是在 reinforce 这40%本来就怀疑美国，本来就比较倾向中国的人。那只是这样的一个，所以我觉得这个潮流到后来，它还会继续发酵下去。那其实刚刚讲了嘛，国民党的一个基本的票仓大概是43% 的 voter， 民进党的基本票仓大概是41% 的 voter。就我们透过几次总统大选下来，就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数字。所以这样算起来，中间选民大概有差不多16%。就有16% independent voter， 那现在就是两边都在抓这16% independent voter 会投给谁，那所以所有的论述，不管今天我们操纵的是以美论，或者是操纵的是所谓的亲美友中，或者是操纵的是要亲美或是亲中，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这16% 在 design 的。那只是这16% are so volatile， I mean they change all the time。They change all the time， 很大一个程度，他们有时候根本就不是因为两岸议题在投票，他们只是觉得今天经济不错，我就投给民进党；今天经济不好，我就投给国民党。所以它的变数太大了，那只能说了，按照过去的一个状况来讲，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些16% 的一个选民，因为他们通常在知识水平还蛮高的，那他们一般来说是比较不会去投反对美国的一个论述，因为这个两国之间的一个态势看的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按照过去的一个选票的一个趋势图来看的话，他们其实投民进党的几率还是比较高一点，尤其是在总统选举，在地方选举他们是连投票都不会投票，
他们觉得这是浪费时间，然后他们甚至觉得民进党很可恶。可是国家选举它就有比较了嘛，就是你要让相对比较轻松的总统，你要一个比较轻松的总统，还是一个比较亲美的总统？那在这个区块上面，他们还是会比较接近于民进党的一个局势啦。所以只能说了，这是为什么我自己在看这些数字的时候，看这些民调数的时候，我觉得民进党的可能性还是当选总统的可能性比较高，但这并不代表说他一定是一定是万无一缺的。因为打个比方好了，最近一直在做的一个新闻是，台湾的那个房地产，台湾的那个 real estate 可能会出问题。台湾的 real estate 真的出问题的话，民进党就不用选了，它不会上的，这不会上的，因为两岸议题虽然很重要，可是经济议题是可以 destroy everything。It's like Trump， 没有 COVID 的话 ，Trump 基本上是稳上的。有 COVID，Trump 连上的机会都没有，就这么简单而已。对，那我们还有时间，就是简短讨论一下最后一个问题，跟刚才说的也有关系。就是我们知道美国对中国政策已经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那你刚才提到经济贸易方面，比如说 GDP 啊，这个经济增长率、贸易逆差等等，知识产权，主要是从经济角度。那您是一个现实主义学者。那在这背后，但是这些政策，川普实际上从奥巴马后期也都开始了，然后川普时代，但是到了拜登时代也基本上全盘的继承下来，甚至对中国更强硬。那我们也看到习近平好像还在莫斯科访问，专制阵营正在集结，正在团结，那民主国家也在越来越团结。就是这背后有没有比如说意识形态、新冷战的这个考虑，就是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两个阵营越来越明显的形成？那么这个对台湾问题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第一点我们要谈到就是冷战的形成到底是因为意识形态而造成的冷战，还是因为两大强国就是一个 bipolar system naturally 很容易就造成冷战？因为当我们在90年代的时候，其实就变成所谓的一个单极体制嘛，就是美国变成世界唯一的霸权。那中国的崛起慢慢就有可以挑战美国的一个身份。那当这个世界慢慢从所谓单极霸权变成一个双极体制的时候，这个 bipolar system 的时候，那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冲突，其实某种程度就很难去避免。那这个时候，你说是不是一个民主对上一个威权，或者对上一个独裁？其实这个是看你怎么说而已。这个也就是说了，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因为它跟中国有系统性的差异，所以在这个系统性的差异的前提之下，它一定会去主张它跟中国之间在价值观上面，在政策上面，在这个民主这件事情上面是采取民主人权上面是采取不同的角度。但是这个东西因为国际关系，你说讲民主是不是那么重要？民主其实真的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大家讲的是自己的利益，因为它是一个无政府体制嘛。所以在无政府体制里面，美国是要去保护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一个话语权，自己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个霸权体制。那中国是要去挑战这个霸权体制，所以美国一定会去拿跟中国之间的差异来去跟其他国家去做诉求，说因为这个国家是按照这样的体制而执行的，所以它有可能会对你们也产生一定程度的破坏性。那当然只能说中国就是，我觉得中国在过去这十几年来的一个外交政策其实是非常的失败的。失败的原因因为韬光养晦其实真的很好用，而且韬光养晦如果你做的更仔细一点，其实就是你让自己不要这么有威胁性。但其实西方国家会觉得中国市场的钱那么多，他赚钱都来不及了，他还封锁你干嘛？但是习近平上来之后，他改变了太多事情，他让中国对外的一个侵略性质，这个侵略不是说武力侵略，而是在讯息上面，而是在科技上面，而是在媒体上面这样的一个侵略做得太明显了。所以导致美国今天号召说中国是一个独裁体制，它一直在破坏我们的国家，就有效了。中国如果没干这件事的话，这件事是讲不出来的。
所以这完全其实是习近平自己搞出来的纰漏。习近平如果一开始就按照胡锦涛的一个体制，我们不要做太多的事情，我们就乖乖的继续赚钱，我们就做我们的世界工厂。我们当然也可以花更多的钱做一些产业的转型，因为中国横竖还是经济会继续成长下去嘛。那这些东西美国人都是乐见的，因为华尔街现在最大的投资都还是在中国啊。所以对于美国来讲，美国是希望 China to be like us, to be one of the player in the capitalist system， 但他们不愿意嘛。所以我们常常就戏谑的说习近平是总加速师嘛，这不是讲假的。就因为没有习近平，如果或者是不是习近平，如果我们再找一个胡锦涛出来，可能美洲贸易战不会那么快发生啊，或者是他会用不同相对来说比较轻微的形式发生啊，他也不会让美国对中政策一瞬间直接转变啊，因为从2011年这个 Pivot to Asia， 这个 Pivot to A， 奥巴马提出的 Pivot to Asia， 其实某种程度只是说中国在崛起，我们要比较当心，我们要形成一个民主供应链。但是这个民主供应链，如果中国变得比较乖的话，就是他不去这么迫害人权，他不去这么对其他国家做这些市场的一个侵略，某种程度他并没有拒绝中国可以 be part of it。但习近平一上来，这一切 nullify all the possibility for。是，好，那非常感谢叶教授和我们分享对台湾问题的这些深刻的看法。那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意您的这些论述了，但是可能稍微有一点商榷。比如说日本和欧盟也曾经是世界第二，那有的人认可这老大要打压老二的这个逻辑，但是美国当然也会对日本或欧盟也有过一些压制啊，但是和对中国的这种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没有时间进行深入讨论，以后希望有机会再邀请叶教授。那也谢谢李安友教授，我们谢谢叶下星期教授，谢谢。谢谢 Andy， 谢谢滕老师，好，谢谢谢谢大家，大家，我们下星期见。拜拜。